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马路上，一个女人一下又一下地砸着我新买的玛莎拉蒂，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地拿出手机录像取证，同时也录下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我没有钱，把自己赔给你做女朋友好不好啊？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我已经习惯了从小被各种人冷嘲热讽，仿佛富二代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屑的一类人。最初我还很难过，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后来看了霸总小说的我明白了，这些人一部分是因为嫉妒，一部分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们的攻击对象都是我的家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出于对我自身的讨厌。这个结论让我开心了好久。像所有望女成凤的家庭一样，我在接受着严苛的教育和比普通人更好的资源中长大，顺理成章地成为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22岁。我用赚到的钱买了一辆玛莎拉蒂作为给自己的礼物，仅仅是一顿饭的功夫，我停在路边的车就被一个穿着时尚的女人用她8厘米的高跟鞋一脚一脚地踹着，同时手中的爱马仕铂金包也在不断挥舞着砸向车窗。我的表面平静，内心却是泪流满面。难道这个世界对富二代已经厌恶到这个程度了吗？环顾四周，离我们最近的摄像头可能拍不到女人清晰的正脸。我默默地拿出手机，站在女人身后，开启拍摄模式，看着女人在我车上面砸得越来越凶，还时不时地向饭店的门口望去。好友周木拉着我向后退了2步，砸车声一脚一脚地踹在我的心上。我为新买的小马哀悼的同时默念着80、80、80。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女人似乎有点累了，动作逐渐放慢，也终于回过头看见了不知道在她身后站了多久的我们。她的脸闯入我镜头内的时候，我眸光微闪，眼神一顿。太好了，终于拍到正脸了。女人看见我拿着手机在录像，冲过来夺过我的手机，摔在地上。啊，我的证据！周木紧皱着眉，带着我躲开女人锋利的视线所扫射到的范围。女人抚了抚有些许杂乱的卷发，撇着嘴问道：你们拍什么？知不知道侵犯我肖像权了？周木扫了一眼坑坑洼洼的车身，说道：你砸了我们的车，我们还不能留个证据吗？女人突然顿住，然后小步着跑到周木面前，微低着头柔声道：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我在一旁惊掉了下巴，你心情不好，砸我的车干什么？周木显然也对这理由感到些许无语，叹了口气道：赔吧。女人突然抬头，贴着精致仙子毛的大眼睛俏皮的一眨，嘟着粉唇，娇羞地开口道：我没有钱，把自己赔给你做女朋友好不好啊？整个世界有些许安静，嘈杂的车流声也被女人的这句话给淹没。周木打开手机，拨打出那个让人安心的3位数号码，回答道：一会你和警察也这样说。见号码真的被拨出去，女人眼里闪过些许慌乱，抓着周木的手臂，声音带着些许哭腔：别报警，我会赔给你的，我当你女朋友，给你做饭还债好不好？周木努力挣脱着被女人缠上的手臂，拨出去的号码也已经趁乱被女人挂断。只有我蹲在地上，捡起被女人打掉屏幕已经碎裂的手机，她竟然还在敬业的工作，视频还在继续拍摄。我点下暂停键，犹豫片刻，还是走到难舍难分的2人旁边，善意地提醒道：那辆车是我的，
还有，你现在除了要赔我的车，还欠我一部手机。说完摇了摇手上支离破碎的手机，女人的脸色瞬间惨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周牧也在此时把自己挣脱出来，毫不犹豫地拨通报警电话。喂，警察叔叔吗？我旁边有一个女人，她骚扰我，对我动手动脚，还砸了我朋友的车。哦，还有一部手机。看着女人欲言又止的表情，我思索着开口道：我不太需要你当我女朋友，给我做饭还债哈。姓名：沈红红，性别：女。我和周牧站在一旁看飒爽的警察姐姐审问着沈红红，为什么砸别人车？沈红红我了半天也没吐出第二个字。警察姐姐扬手一挥道：带回警局。我和周牧作为当事人也跟着一起上了车。到了警局，我可怜的手机发挥了它最后的贡献，向所有人完整的播放了一遍从沈红红砸车到她说我当你女朋友，给你做饭还债好不好的所有画面。沈红红听着里面传出来的声音，脸青一阵红一阵，好不精彩。4-5个小时后，在沈红红面前摆出了2条选择，一条是赔钱，一条是承担法律责任。沈红红微红着眼眶，不住地看向周牧，带着些许哭腔道：我没那么多钱。我非常不解，明明车是我的，手机也是我的，他为什么一直看周牧？而且我看着他手边的爱马仕铂金包说道：你这包就值不少钱，多卖几个不就够赔了吗？沈红红的声音细若文瑞，低下头道：这包是租借的。看着包上由于和我的车碰撞而被擦破的表面，我心里暗想，他又要多赔一个包了，那你就是选择承担刑事责任。周牧在我旁边不耐烦地开口，沈红红眼泪直直地掉落下来，说道：我赔，给我点时间。我点了点头，将事情交接给助理，起身离开，和周牧走到警察局外。被晚风吹过的我打了一个战栗，忽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没车回去了。为了稍微嘚瑟一下，我晚饭前特意开车去接的周牧。微凉的空气中，周牧给我披上他身上仅有的眼镜布，我感动地踹了他一脚，又给助理打了个电话来接我。所以你不戴眼镜，为什么会有眼镜布？周一早上，我和周牧一起走进公司的电梯。作为2个志存高远的富二代，我们当然是要先自主创业一番了。秉承着第2份半价的原则，我和周牧把公司的办公地区选在了同一栋楼，狠狠地和中介砍了一笔价。那是擦墨镜的。我看着电梯缓缓上升的数字，15楼到了。温柔好听的机械女声响起，电梯门缓缓打开。周牧向我挥了挥手，就要出门，却在下一秒跳回了电梯里。我看着身边睁大了的眼睛，眼神中满是恐惧和不可思议的周牧，刚想问怎么了，就被一声甜美熟悉的声音打断：周总早上好啊，好熟悉，这不是沈红红吗？周牧吞了下不存在的口水，转头面色露出一丝呆滞地问我，他有点像前几天砸车还妄想当我女朋友的人。沈红红站在电梯门口，一改前几天时尚潮流的打扮，穿着一副干练的职业装，也不知道在这等了多久。我用力点了点头，给周牧一个肯定的答复：没错，就是他。周牧整理好刚才慌乱间扯皱的衣服，问道：你怎么在这？沈红红笑容一僵，眼眶中瞬间聚集了不少泪水，没一会，一颗一颗泪珠便顺着下睫毛滴落在地。然后她好像忽然反应过来什么一般，匆忙擦了擦不住流下的眼泪，
微抿双唇，苦笑般地瞟了我一眼，一整套动作像是精心设计过一般，惹人怜惜。同时，眼线、睫毛膏甚至底妆都没有一点脱妆的痕迹。我惊叹地向前走一步，仔细观察这完美的妆面。沈红红的眼泪在我走近的那一刻断在眼角，她马上改换了一副微微有些惧怕的神色，怯懦地看着我。我瞬间意识到气氛不太对，正了正身形，在沈红红耳边悄悄提议道：“你告诉我你用的什么化妆品，我的手机就不用你赔了，怎么样？”我本意是两人各取所需，可就沈红红的表情来看，她并不这么以为。沈红红后退一步，和我拉开距离，脸上满是屈辱，像是恨不得与我隔一个太平洋。对，我是欠你钱，可我不需要你装腔作势的可怜。沈红红的声音不小，引得周牧的员工纷纷看过来。沈红红像是终于成为主角一般，暗自观察着周围人的神情，同时露出控制不住的得意。我对给我送钱的人一律十分欣赏，拍了拍他的肩，表示赞许。好，那你尽快还钱。随后，我将躲在电梯的周牧拽了出来，推到办公区，按下了去17楼的按钮。在电梯启动前，我还是没忍住出声提醒周围小心翼翼看热闹的人，他心情不好就爱砸别人东西，你们注意哈。当然，想有一个女朋友或者做饭的保姆的人可以忽略。沈红红比较喜欢用当人女朋友给你做饭的方式还债。电梯门紧闭，我也错过了沈红红慌忙解释的画面。只不过手机里不断响起周牧发来的消息：“你就这么把我抛下了？他要是再骚扰我怎么办？”楚依依，你这属于抛弃战友。直到我到办公室，消息的提醒声也没有停止。我想起什么，回复道：“记得帮我问他平时用什么化妆品。”对面过了许久才发过来一句：“你当个人吧。”我悠哉地躺在老板椅上。视线上一看到书架最上排摆放的霸总小说，霸道总裁的欢喜冤家，总裁大人和他的小白兔助理，尘封许久的记忆涌现。小时候的霸总小说瞬间有脸了。我激动地把霸总系列拍照发给周牧，并问道：“像不像你和沈红红？”我回忆着小说的剧情，瞬间意识到，每一本霸总小说除了霸道总裁和傻白甜，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恶毒女配。恶毒女配一般是什么人呢？和霸总是青梅竹马，有钱，长得好，经常在霸总身边。这不就是我吗？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微微震动，是周牧发来的60秒长语音。我果断地选择没看到，将头深深埋在厚重的文件里。午休时，我抽出那本《总裁大人和他的小白兔助理》，认真拜读。看到恶毒女配最终天良王破的结局，我放下手中的书，把它丢进垃圾桶。呸！晦气！努力搞钱的我果断拿起助理送上来的报表，用一个个数字将脑海中的剧情挤出去。下班的电梯里，沈红红紧跟着周牧上了电梯。我瞳孔地震，猛地想起小说中幽闭恐惧症的总裁和小白兔被困在电梯里的情节，不由得环顾泛着金属光泽的电梯内壁。不会这样巧吧？周牧在我面前打了个响指。看什么呢？我回过神，看着一脸疑惑的周牧和旁边罕见没有作妖的却时不时瞄向我的沈红红，迅速将电梯按到最近的11楼，不顾沈红红阻止，拉着周牧进了陌生的办公楼层。不为别的，主要周牧这小子真有幽闭恐惧症啊！周牧虽然一脸茫然，但并没有挣脱开我的手，
一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怎么了？还没等我回答，突然嘈杂的人声此起彼伏，桌椅摩擦移动，伴随着混乱的脚步声，不断有人提起电梯。我知道内心的猜想成真了，沈红红一直把自己当成女主，人都没分清就敢光明正大的砸车，企图还原小说剧情，这种事都做得出来。那把周牧关在电梯里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我和周牧回到电梯口，周牧看着不再运作的电梯和四周给消防大队打电话的人，脸色微微发白。我用手指触碰着他的掌心，试图安慰他。周牧反握住我的手，力道有些重。我可以确定这次电梯的事故不是巧合，让电梯中途断电这件事沈红红一个人做不了，有人在帮他，或者说指使他。沈红红能入职周牧公司已经在我意料之外了，就算他在和我们相遇的第一时间去着手调查接近周牧，短短几天内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地进入周牧的公司。而周牧没有把他赶出去，大概就是为了钓到身后那条大鱼吧。当初那场啼笑皆非的砸车闹剧，可能也是提前安排好的，但具体是沈红红背后的人让他这么干的，还是他单纯的蠢，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周牧的身体依旧僵硬，我牵着他从楼梯走了下去，到停车场。周牧递给我一个袋子，接过来，里面是一整套彩妆。我抬眼疑惑地看着他，周牧无可奈何地轻叹道：“不是你要我问他平时用什么化妆品吗？”我看见了周牧眼底的灼热，周围的氛围似乎变得暧昧不明。我刚微微张口，一阵哭声由远及近地回荡在空旷的地下车库。周总，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凝固的空气被打破，周牧的脸色瞬间完成了180度大转变，眼神略带恐惧地看着沈红红来的方向。沈红红果然不是常人，自然且流畅地忽略我而扑向周牧的怀里。周牧一个转身，沈红红华丽地撞上了旁边的柱子。我在一旁不断深呼吸，努力回想着这辈子最伤心的事，才忍住没有笑出声。周牧不断朝我使眼色，示意我上车，然后自己大步走向驾驶位。我的手刚触碰到车门，便被一股力量推开。关门声响起，沈红红已经坐上了副驾驶。沈红红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模仿霸总里的傻白甜，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也让我此刻升起微微的怒气。我转身离开，却在地下车库入口撞上下班的员工，他们还在讨论着刚才电梯惊险的一幕。看见我后，热情地打招呼：“楚总好，楚总您今天怎么没和周总一起？”空气安静了一秒，周围的同事不断给最后说话的那人使眼色，似乎是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人群中走出一个新来的女实习生，脸上满是愤愤不平地开口道：“楚总，那个沈红红刚才在电梯里一直喊周总，还说您仗着家里的关系插足他和周总的关系，说得特别难听。”实习生的声音越来越小，语气却愈加气愤。我被这荒唐的言论逗得轻笑一声，问道：“你们信吗？”几人纷纷摇头。实习生犹豫着继续说道：“可是周总那边有不少人真的信了，我还听见他们说，怪不得沈红红业务能力那么差，还能进周总的公司。果然，沈红红的入职是有人安排的。”我垂下眼眸，身后传来周牧喊我的声音：“依依。”周牧跑到我身边，微微喘着粗气。还没等我看向他，刚才的女孩直接挡在我的面前，恶狠狠地瞪着周牧开口道：“你找我们楚总有什么事吗？”
我意识到他把周牧当成了脚踩两条船的渣男，憋着笑解释道：“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说出来，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着周牧手上明显被指甲挠出来红印，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久他才追出来。我对员工低声嘱咐道：“暂时不要说出去。”周总，沈红红攥着衣角朝我们走来，看见入口处围着的人后明显一愣，随即一改路线，径直走到我旁边，用所有人都听得清的声音说道：“楚总，我知道您看我不顺眼，但请您不要为难周牧，我不想因为我影响您二位的关系。”一句话说的亲疏有别，楚楚可怜。我知道他这句话是说给周围的员工听的，毕竟他刚说过自己和周牧关系特别，当然要巩固一下这个形象。实习生的脸上满是怒气，刚想说些什么，便被我用眼神暗示没有出声。我想知道沈红红下一步是什么，如果他想借着周牧女朋友的便利做些什么，那我现在只需要让其膨胀。我不觉得一个陌生人会影响我和依依的关系。周牧突然在一旁开口，脸色是前所未有的阴沉。沈红红慌乱地看向周围的员工，却发现所有人都在以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她。沈红红瞬间脸色惨白，吵闹的交谈声由远及近，是周牧的员工看见站在门口的我们时，脚步明显一顿，停止了交谈。沈红红不安地握着自己的指尖，盯着周牧，像是怕他再说些什么。我朝周牧微微摇头，他转头走向停车的位置，我也抬脚跟了上去，却比沈红红慢了半拍，在别人看来像是硬贴上去的样子。察觉到看向我的目光中充满了鄙弃和不满，甚至有人出言小声嘲讽我是小三。我将视线落在面前的沈红红身上，不知道一会所有人都走光了，她要怎么回家？回到家卸了妆，我埋在沙发里，看着偶像剧的男女主奇妙又尴尬的相遇，不时回复一下周牧发来的消息。想到刚才沈红红被锁在车外，可怜兮兮地拍着车窗的模样，我心情不由得变好。再对比电视剧的情节，仿佛也没有那么弱智了。手机上周牧发过来，他养的布偶猫，每一丝毛发都高贵的猫咪，此刻优雅地坐在猫爬架上，身后的落地窗是璀璨的城市夜景。我被猫咪的美貌迷了眼，给对面发过去语音，帮你找出沈红红背后的人。这次的项目让我3个点，可能是话题转得太快，又略微带点僵硬。周牧那边反复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中，许久才冒出一个问号。我扒拉着周牧看不见的手指头，和他分析，把他背后的人揪出来，帮你除掉多大的隐患。这一波你不亏。如果是我们想多了呢？我看着屏幕上的字眼，思索片刻，回答道：那你就让我5个点。对面传来熟悉的问号，我继续解释道：这个是为了我的名誉。没过多久，周牧发来一段语音，好听低沉的嗓音从手机里传出来：没想到你把我看得这么重要，要不你直接拿下我吧，整个身家都是你的。我的心微微随之触动，啊，好大一笔钱！但作为有志青年，我不能这么说。我硬气地回复道。当天晚上，我再也没收到周牧的任何消息。清晨一早，周牧便给我发来了他要出差的消息，罕见的自己上班。我没有来的有些许别扭。刚进公司，助理夏夏便一脸羞涩地看向我，踩着高跟鞋小跑着奔向我，悄悄在我耳边道：周总今天一大早就给您送了爱心文件。我纳闷，听说过爱心早餐，爱心文件是怎么回事？走进办公室，
几张印着合同的A4纸在我的桌子上被摆成了爱心形状。好一个爱心文件！我认命地把文件一张张收好，没敢麻烦助理。别问，问就是要脸。敲门声响起，我扬声道：“进。”是昨天停车场的实习生。他小心把门关好后，小声地和我汇报：“楚总，一会沈红红打算组织全员去团建。”实习生特意强调“全员”两字，我心中了然。周牧这个老板不在，沈红红作为所谓的老板娘，想要做点什么，现在可是最好的时机。不过在工作期间突然让人全部离岗，希望周牧的属下能保留点防备心，不然某些唾手可得的项目就该落进别人口袋了。我示意实习生离开，缓缓在面前空白的纸上写下2个字：冠照。周冠是周牧的三叔，在周家有一定的话语权，是个精明的人物。可他的儿子却仗着自己的姓氏给周家抹了不少黑。大学毕业，周冠想让他进周氏集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家人的一致反对。周冠曾经几次三番地给周牧公司的项目添过不少不痛不痒的麻烦。赵弟则是周牧最近的竞争对手，早听说过他做生意会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这次的项目马上落在周牧手里，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所行动。看着手里周牧早上送过来的文件，我不由得感叹，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容易。几张4纸上印着周牧和赵冠这次竞争项目的各项条款，既然周牧主动让给我，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下午，我给周牧的一个经理打电话，不出所料的无人接听。没一会，我靠谱可爱的助理夏夏就带着项目负责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合同签订得很顺利，毕竟另外2个竞争者，一个人去楼空打不通电话，另一个臭名昭著，劣迹斑斑。突然出现又诚意满满的，我成了最好的合作对象。再次见到周牧是3天后，他像以前一样倚在车旁看着我走向他，不过今天添了许多憔悴，英气的脸上尽是止不住的倦意。我绕过他走向驾驶位，不问问我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周牧懒洋洋地靠着座椅，慵懒地问我。我转过头看向他，目光相接，我看见了他眼中的眷恋。周牧自顾自地继续道：前段时间被我三叔骗回去关了几天，我心中一惊，没想到周牧的三叔如今对他的针对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慌神间，前方的指示灯已经转红，我急忙刹车。依依，等我把这些破事都摆平，你就把我拿下吧。我被他的说辞逗笑，转头问道：为什么要我拿下你？周牧故作夸张地假装思考了一番，回答道：你主动点，给我个理由，把整个身家交给你。红灯时间已过，我启动车子，慢悠悠地开口道：你先把公司里的老板娘解决吧。周牧的笑容顿住，整个人后仰痛苦地皱眉哀嚎道：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我好脾气地回答：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你啊。到了周牧的公司，整个办公区都充斥着压抑和紧张。当然要紧张，把那么大个项目搞丢了，在每个人头上仿佛都悬挂着一把刀，等着周牧回来挥下去。只有沈红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拿着手机笑得开心。想必公司的其他成员对沈红红的态度都非常纠结，因为她丢掉了项目，可她又是公司的老板娘，所以他们的怒气只能憋在心里。见我们到来，员工的脸上纷纷露出不自然的神情。周牧虽然平时对待员工彬彬有礼，可真沉下脸来，也不太敢让人靠近。
沈红红看见周牧，少见的没有贴上来，慌乱翻动着桌面的文件，简直要把心虚写在了脸上。周牧递给我一个眼神，示意我留在这里，自己上前一步，将项目负责人叫去了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被重重关上，周牧的员工一瞬间炸了锅，一个个哭丧着脸商量着怎么办。平时趾高气扬的沈红红此时站在最外圈，试图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可员工们怎么可能放过她？一位年纪稍长、涂着大红唇的女人敲了敲桌子，语气不善地问道：“红红，你当初可是向我们保证不会出事的，现在怎么办？”沈红红一脸不耐烦，挥了挥手出言讥讽：“项目黄了，那是你们的问题，凭什么把锅甩在我身上？”另一个染着奶奶灰的男生急忙接话：“你不是和老板在谈恋爱吗？你去帮我们求求情啊！”沈红红不自然地装傻道：“我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功利。”我没忍住嗤笑一声，所有人这才注意到我这个小三一样，将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慢悠悠地开口：“周总对你这么好，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众人又将期盼的目光落在沈红红身上。沈红红早就被周围人对她的讨好洗脑了，一直沉浸在自己编排出来的故事中，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在公司立威的机会。可能她早已经忘了，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编出来的，竟然真的蠢到答应了，还不忘冲我扬了扬下巴。项目负责人灰头土脸地从办公室出来，回到工位，开始收拾离职的东西。所有人的心被高高悬起，生怕下一个被开除的是自己。周牧也走出了办公室，众人不断用无声的目光催促着沈红红。沈红红起身，缓缓走向周牧，用柔得似水的声音开口道：“周总。”周牧径直走过他，丢下一句话：“你被开除了，收拾东西走人。”沈红红不敢相信地看着周牧，僵硬地维持着勉强的笑容，撒娇道：“周总，您开玩笑吧？”周牧回过头，终于送给他一个眼神，冷声道：“我的公司不需要不明手段进来的废物，希望你以后能管好自己的言行。我不介意再送你去一次警局。”话音刚落，四周的员工看向沈红红的眼神充满了不解。在此之前，所有人都以为沈红红是靠着周牧的关系进的公司，所以对他闯下的祸一再容忍。可听过周牧的话后，显然事实不是这样。还有周牧说的把他送进警局，你会把自己爱的人送进警局吗？当这是什么古早虐恋情深的小说现场吗？沈红红眼眶中满是泪珠，如果不是场景不对，倒也惹得人产生些许怜惜。她不放弃地上前抓住周牧的衣角，哭着道：“你不能对我这样，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在周牧甩开他之前问道：“你为他做什么了？”沈红红瞪了我一眼，又去拉周牧的手，这次被周牧躲开了。他的脸上充满了不耐烦，躲一样站到了我身后。沈红红诉说着自己对周牧的付出：“我每天都会给你泡一杯咖啡，我还帮你管理公司，我们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说完像是要证明一般，把头转向办公区的员工。可现在的员工们一个个自顾不暇，何况沈红红所说的管理公司，难不成是带领大家出去玩丢项目？她早已不是那个有着保护层的老板娘。见没人理自己，沈红红不可置信地喊道：“你们凭什么不帮我说话？我可是你们老板的女朋友。”本就对沈红红有着诸多不满的员工嫌弃地开口：“你是在梦里成为的我们老板娘吗？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你是有幻想症吗？先把项目赔给我们吧。甚至已经有人去叫保安，想把他赶出去。沈红红不敢相信地看着周围恨不得和他立马撇清关系的人，突然指向我，尖锐着声音开口道：“一定是你，是你勾引了我男朋友，还到处散播谣言。”周牧站在我面前，隔开了沈红红的视线。我不介意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乱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从他身后探出头提醒道：“你砸我车的钱还没还呢，再过几天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了哦。”我故意笑得一脸灿烂，顺便拿出刚才偷偷录的音频，继续道：“顺便和警察叔叔说一下你的诽谤罪，如果我不同意和解的话，你会被判很久吧？”沈红红一下慌了神，失去了之前嚣张的气势，动了动嘴唇，却没说出来一个字。当然，所谓的诽谤罪是我骗他的，他这短短几句话当然谈不上判刑。我赌他是个法盲。我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走向电梯，看了这么大一出戏，我的员工们该等着急了。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我看见沈红红被2个保安架着丢出了办公楼，身旁的纸箱里散落着她的东西。本以为我会再也见不到沈红红这个人，没想到下班后，我刚走到地下车库，就听见沈红红倚在墙边，小声对电话那头说着什么。周牧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对话中，来不及思索，我将自己隐藏在一旁，仔细地听着沈红红的话。她是因为太爱我了，怕我辛苦，才不让我上班的。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你还想怎样？我告诉你，我以后可是周太太，别以为你能威胁我。我感到身后传来的呼吸声，抬起手肘，摆出攻击的姿势，手腕就被人握住。是我。周牧的声音从耳边响起，沈红红仿佛也感觉到什么，急忙挂断了电话。我和周牧走向停车的地方，却被沈红红拦住。看见我们面色如常，她才重重松了一口气。刚想说什么，就被我打断。什么时候赔我钱？沈红红马上嘘声，放下了拦住我们的手。初秋透着微微凉意的地下车库让我感到强烈的不安。一阵嗡鸣声从身后传来，一辆黑色面包车以极高的速度冲向我们3人。周牧急忙拉着我的手向一旁跑去。黑色面包车以一种高难度姿势停在了我们面前，轮胎和地面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声，回荡在地下车库里。面包车上下来几个肌肉粗犷、戴着墨镜的男人。周牧下意识地挡在我面前，我不断在包里翻找着，希望能找到有杀伤力的武器。几人拖着铁棍，一步一步地走向我们。我大脑不断思考逃跑成功的几率。铁棍在水泥地面弹跳着，清脆尖锐的声音好像落在我的心里。周牧紧紧抓着我的手，突然向车库入口处晃了一下，示意我逃跑。我反握住他的手，同样一起跑，同时心里开始倒数。几人离我们不到10米，正好绕开了入口的必经之路，现在是跑的最好时机。我和周牧同时抬脚，只见几个墨镜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反手将沈红红钳住，拖向了面包车，一朵云彩都没给我和周牧留。沈红红拼命挣扎，墨镜男们跑得更快了，像是怕我们追上去。我和周牧愣在原地，直到绑沈红红的车开走。我赶紧拿起手机报警说，这里刚才发生了一场恶性绑架事件。1个小时后，我坐在沙发，听着厨房里周牧炒菜的声音。他在送我回到家后，不要脸地跟了上来，说自己被吓到了，不敢一个人待在家，
1.8米几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垂起平时张扬的眼尾，像是一只听话的大狗。我一时心软，把他放了进来。周牧一进门就摩拳霍霍向冰箱，然后直奔厨房，直到香味不断飘出，我咽了咽口水，起身去帮忙。不一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被端上桌，刚要动筷子，周牧的手机便响了起来，是视频通话的铃声。周牧皱眉，整个人瞬间被冷冽包裹。就当我以为他不打算接的时候，周牧接通了视频邀请，同时录屏。视频的另一端是这次和周牧竞争项目是赵帝。此刻的他满脸颓废，脸颊深深凹下去，指着身边被五花大绑的沈红红说道：“用项目来换这女人。”周牧的眉皱得更紧了，还伴随着些许疑惑。见周牧不说话，赵帝显然很不耐烦，继续恶狠狠地说道：“你不答应，以后就别想见到他了。”周牧忽然眉心一展，真诚地开口：“是吗？那谢谢了。”赵帝显然没想到周牧会这样回答，怒不可遏地吼道：“你别以为我不敢！你要是不听我的，就再也别想见到你这辈子最爱的人了。”周牧下一秒挂断了视频。我再次拿出手机给警察叔叔打电话，视频邀请又一次打过来。我示意周牧接电话，同时走到一旁小声地通知警察同志，绑架犯正在和周牧通话。他们很快通过周牧的手机远程监测到了视频另一端的位置。我冲着周牧比了一个可以了的手势，再次回到饭桌。我听到了周牧的三叔周冠的声音，他显然比赵帝沉得住气，不紧不慢地和周牧交易：“你这孩子太着急了，这么大的项目你做不了的，快还给你赵叔叔，算三叔欠你一个人情。到时候你想和这女人结婚，我会帮你劝家里人的。”周牧坐在我对面，脸色越来越黑。视频那边的周冠以为自己说服了他，循循善诱道：“你也不想失去你的爱人吧？他以后就是我侄媳妇了，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我听见沈红红在一旁呜呜地叫着，显然是被人堵住了嘴。好，周牧吃了一口菜，顺着对面的意思说道。赵帝的声音变得惊喜，但他依旧谨慎地说道：“你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说终止合作，让我看到电话号码，别耍小聪明，快点。”周牧点头，还想再说些什么，视频那端便一阵混乱。不许动，抱头蹲下，看着熟悉且让人安心的身影出现在画面内。周牧挂断了视频。“你三叔？”周牧出声打断。还好周冠调查的不仔细，不知道是你接了那个项目。周牧不再称呼周冠为三叔，他们的叔侄关系被周冠亲手断送了。再次见到周冠是在警局，他背靠着，下巴上布满冒出的清茶，紧盯着周牧。两人相对无言。我关上门，将空间留给他们，然后把周牧录屏的内容转交给警察。听说周冠不止一次用合作伙伴的家人来威胁对方，以获取利益，而且赵帝能明目张胆地做那些事，也是周冠在背后指使的。被逮捕之前，周冠本来想用老方法威胁赵帝，把罪责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让周冠能全身而退。可赵帝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根本不在乎周冠的威胁，只求自己能被宽大处理。我们从警局出来后，迎面对上了沈红红和我的助理，他们的身后也跟着警察。看来沈红红是还不起我的钱了。沈红红别过头去，不愿看我们。我也无心再与他多说些什么，和他们擦身而过。回去的路上，周牧俯下身牵住我的手，指尖抚上我的手背，轻声问道：“我们这算是把这些破事儿都解决了吧？”
算。周木忽然轻笑一声，走到我面前，用亮亮的眸子盯着我问道：那你什么时候拿下我？我举起我们相握的手，回应道：我这不是已经拿下了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